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今天分享一款好吃的中式糕点——黄油枣泥糕。这一款糕点也是之前有朋友留言想吃的北京稻香村的糕点。这款糕点类似于月饼的做法，制作起来也不是太难。那好了，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开始分享制作。首先来制作馅料，准备400克的红枣，把这个红枣的这个核给它去掉。这是一个比较简单但是费时间的工作。处理好之后放在一个碗中，这一步很简单。我们来看下一步。接着取来一个平底锅，把处理好的大枣加进去，然后加入水，水的分量就刚刚没过大枣就可以。接着起锅把大枣煮一下，大概是水开之后煮15分钟左右。锅里的水不要放太多，放太多后期很难处理。枣煮好之后，简单的放凉一会儿，就拿一个料理棒把这个枣打成枣泥儿。枣泥儿可以打得稍微细腻一点，这样吃起来更好吃。枣泥儿打好之后，就把它倒在一个锅里面，然后炒馅儿。炒馅儿还是用中火来炒，不断的在锅里翻拌，把这个水先炒掉一部分。炒到现在看上去颜色比较深，也比较粘稠了，就加入50克的食用油。大枣的味道比较重，这里选择味道比较小一点的油，比如说玉米油。用油炒出来的馅儿不但特别的香，而且保存时间还长。直到翻炒至这个油被馅料全部吸收了，也不粘锅了，然后加入100克的麦芽糖。加入麦芽糖不但增加这个馅料的甜度，而且可以让馅料变硬，做出来的糕点成型比较好看。如果炒出来的馅料太软，里边的水分比较多，那做这样的中式糕点做出来会开裂。加入了麦芽糖之后还是要炒均匀，但是不需要炒太长时间了。炒一会儿之后，就加入大概100克的碎核桃仁儿。加入的这个核桃仁儿是熟的。现在这个馅料看上去就很有形了，就不是那种流淌的状态了。然后把这个核桃搅拌均匀之后关火，把炒好的馅料盛出放凉。放了麦芽糖，凉了的这个馅料还是比较硬的，基本上就像橡皮泥的那个手感差不多。接着来制作饼皮，准备120克已经软化好的黄油，加入60克的糖粉。取来刮刀，先把这2种材料简单的混合一下，接着添加2克的小苏打，2克的食用盐。接着就取来打蛋器打发黄油。第一步先把加入的材料给它搅拌均匀。这一步很难去讲解打发到什么程度，那我就不删减镜头，让大家根据时间去参考。伙伴们可以看到第一次打发的时间不是很长，把这个材料打发至发白，然后取来一个全蛋，把全蛋打散加入进去。添加的时候分2次添加，每次添加一半。全程一共是不到2分半的时间，还加上了添加材料的时间。这一步很难去讲解，大家可以根据时间去换算一下。打蛋器的速度是高速。最后来添加2种粉料，添加的时候需要过筛。首先来添加40克的奶粉，240克的低筋粉，根据自己和出来面团的硬度上下加减10克。后面的步骤就简单了，把这份材料和均匀，和成一个面团。和好的这个材料多少还是有一点粘手的，操作的时候尽量戴上一副一次性的手套。接着把准备好的馅料和面皮分好，面皮是每个30克，馅料是每个25克。这种糕点的做法很类似于月饼的做法，但是它的口感和味道不太一样。这个表皮更像是山东比较小众的一些月饼的做法。
后面的步骤就很简单了，我们来看下一步。这里展示一个包馅料的手法，尽量包的这个馅料面皮上下左右都是均匀的。用模具按压成型的时候表面沾一点点的面粉，防止这个表皮粘在这个模具的缝隙里面。馅料包好成型的时候也是用到这种月饼的模具，是8个头的模具。8个头的这种模具就是做出来的糕点8个为1斤，5个头的就是5个为1斤。这种模具还是比较好购买的，价格也很便宜。如果没有这样的模具可以找一个圆形的模具扣一下，虽然样子不如这种的好看，但是味道都是一样的。准备的这份材料大概能做16到18个，在烤盘里摆放的时候留有1.5公分左右的缝隙，然后就送入到烤箱。烤箱的温度设定是把上火预热到180度，下火预热到180度，放在烤箱的偏上层烤18分钟左右。馅料是熟的，我们只需要把表皮烤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在烤的时候根据自己的烤箱的情况灵活掌握一下。如果烤出来中间轻微的有一点塌腰，我认为问题不大，毕竟都是在家里来制作。如果是开裂，就证明馅料的水分含量有一点多。这款糕点它的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喜欢的朋友可以自己试一下。好了，那今天的这款美食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一定要帮忙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和时间点也备注在了视频下方的备注栏。